冬天是万物闭藏的季节，人的阳气也会藏于体内，因此新陈代谢也会相对的减缓。那么冬天呢，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只要肾气养足了，就比较不容易感冒，而且免疫力也会增加。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张玉佳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冬天如何养肾。张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医生想问一下，寒气到底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把寒气对我们的影响分成好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寒为阴邪，阴呢就是最伤人阳气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皮肤如果是表，内层的脏腑就是阴，所以它是最容易伤到我们一些像是腹部啊，或是一些子宫这些比较内层的脏腑。那第二个寒性凝滞，就是说容易造成我们的气血不通畅，会让我们的血管的流速好像变慢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冬天好像有一些心肌梗塞或是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就是因为这个寒气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了一个不通畅的状况，那当然就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第三个就是寒主收引，然后会造成我们的疼痛的现象，因为呢寒气会让我们关节的活动度降低，像我们原本可能可以弯120度，结果因为寒冷的关系，我们的活动受限，可能只有90度，这样子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筋骨产生了疼痛，那严重一点甚至有麻木僵硬的一个状况。然后最后对我们心理有一点影响，因为冬天日照时间比较少嘛，会造成阴郁的一个状况，这都是寒气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影响。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肾啊，它主的一些生理的功能，我们就知道可以从这一些方面，如果保养好，就是表示我们肾气充足。那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肾藏精，就是精气神这个精。那因为肾还有一个收藏的作用，它把我们身体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会化身为我们生命的活动力。那可以类比于 DNA 或是干细胞，它就是我们的生命密码。所以呢，如果是比较幼年的朋友，如果他肾精不足，可能就会有发展迟缓的现象。那比较中年的肾精不足，可能就会有一点人家说早衰，就是提早看起来比同年纪的人衰老。那如果是老年人的肾精不足，可能就没有办法尽享天年。所以这个肾精的充足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至关重要。第二个就是肾主生殖能力，肾气就跟我们的女生的荷尔蒙啊，然后男性的一些生殖器官的成熟发育，还有我们的怀孕，这些都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第三个是肾主骨生髓，骨髓就是我们营养骨头的一个成分嘛。那肾它就是可以去让这个成分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增长，骨质密度就会比较高。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说法是脑为髓之海，髓海充足的话，就会让我们思考比较清晰。那髓海空虚的人，可能就容易健忘啊，容易忘东忘西，容易耳鸣。然后呢，这个肾主水，就好像我们的水龙头一样，如果肾气充足的人，就比较不会有一些频尿、夜尿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也是肾的一个功能哦。肾还有主这个纳气，那我们一般呼吸，我们都觉得好像是肺脏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东方人很早就发现，我们气要吸得深、吸得饱，吸到我们的丹田，才会代表我们的呼吸是很稳固的，才会中气十足啊，歌声嘹亮。其实我们古代呢有个药王叫申思邈，他其实小时候是体弱多病，但是呢他却活到120岁，耳朵也没有听不好，眼睛也很好。那到底他是怎么养生呢？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他提供了一个养寿13法，都对于我们很多疾病的预防保健都有作用。那我们今天只提出其中的5个，就是跟养肾比较有关的，先分享给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发长梳，就是头发。那我们手心呢就可以先搓这个36下，然后就可以开始由我们头发全部去做一个按摩，就有这个醒脑开窍的这个作用。然后第二个就是齿长扣，因为我们牙齿啊，我们说齿为骨之余，那个肾又是主我们骨头的嘛。那骨头在身体里面啊，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外显的就是在我们的牙齿，所以我们只要发出很轻的扣扣声，不是磨牙，就是透过这样轻轻的
敲击，就可以有一点像按摩骨头的这个作用，就可以让我们牙齿的咬合啊，我们牙齿的保健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漱玉精，其实就是吞我们的口水，唾液本身也是肾气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容易口干舌燥，可能就要稍微的常常做这一个动作来恢复体内一个水液的循环。就是用舌头在牙齿的外围顺时针画12圈，再逆时针画12圈，再来第二步骤就是要在牙齿的里层，就不用伸到这么外面，里面就是也是沿着口腔顺时针画12圈，然后逆时针画12圈，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珍贵的口水，就可以把它咽，然后就想象咽到我们的下丹田，就是肚脐下3寸，这样子就等于我们的肾气再重新有一个周流的作用。第四个就是耳长骨，那我们手呢就可以这样反过来贴着耳朵，然后用一个让它压出一个噗噗的声音，这样子耳朵也是有很多穴道对应到我们人体。另外一个方式是耳朵要内折，就是把它往内这样子折了以后，然后呢在背后弹我们风池穴这一带，让我们整个头部的经络做一个畅通。那腰长摆的话，就是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微蹲以后，就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个摆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管我们手的这个力气，我们手都不要用力，就是一个完全自然下垂的状态。透过这个动作呢，也可以让全身有一个暖和的作用，然后也比较不容易腰膝酸软或是疼痛。那么生气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肾气呢？生气跟我们的肝有关，那恐惧是刚好相反的方向，它是肾气所主管的，它会让我们的好像有一点腿软的这个状况。那我们透过这个中药跟针灸，其实可以调整我们的肾气。第一个叫做涌泉，那我们就以手代替脚来做一个比划。那我们的脚心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等份，就是在前1/3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涌泉穴。小朋友啊，如果有一些转骨成长方面的一些迟缓，我们就可以多多的按压这个涌泉穴，来达到一个激发精气的效果。涌泉穴也有治疗一些腰酸背痛还是肚子痛，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位置，你就可以按压涌泉穴来做一个缓解。第二个穴叫做太溪穴，太溪穴啊，它又是我们肾经的原穴。古代把脉啊，不是只有把这个寸口脉，我们是把3步9后，就是头手脚，然后这个太溪脉就是我们的肾脉。所以如果有一个病人呢，他的状况，我们去把这个太溪脉，发现还是跳动的很匀称，我们就比较不会担心他。但是如果他的太溪脉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节律不齐呀，忽大忽小，他的状况就比较危急一点。所以太溪呢也有这个断死生的这个作用。太溪穴它针对我们耳鸣也是很有效果的，而且这个耳鸣是渐进性的，不是突发的，它渐渐的听觉有一个影响的时候，太溪穴也是保养我们这个肾开窍于耳的一个重点的穴道。然后这个命门穴，它是在我们第2腰椎之下，也是把手心搓热之后，整个背部可以去做一个温热或者是敲打，就有激发肾气的效果。那复溜穴在太溪穴上2寸，就是再往上3个指头，就是我们的复溜穴。透过按压复溜穴，也是补充肾经的水分，因为肾经也是有这个循喉咙，所以呢，它很适合像我们常常需要讲话的职业啊，如果有喉咙干渴的状况，就可以按压复溜穴来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是，那如果以按压的时间，你会建议一次要按压多久？可能1分钟按压个大概30下，也不用说真的很多，按到淤青这样子，就是轻轻松松的按，然后呢觉得比较舒缓了，就可以先停止。那么医师有没有要介绍给观众朋友哪些食物或药材是可以来调补我们身体的？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是气虚的体质，你可以补气。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党参，它是可以补脾益肺、生津益。山药它也是补脾益肺的。那补血的话，可以考虑这个龙眼，它可以益心、开胃、补脾。然后枸杞它是补气血又补阴阳。像阿胶，阿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滋阴止血润燥的效果。
然后黑豆利水肿的一个效果。补阳的部分呢，像核桃，因为核桃呢它就是有一个补肾固精的作用，有一些比较夜尿或者是夜间会喘咳的肾比较不纳气的一些朋友，就可以考虑从核桃上面去补充。那栗子它有这个强腰让膝盖比较有力的功能。那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就是有一个温中益气，然后温阳驱寒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发现自己是火气比较大的人，就是容易嘴破啊便秘，那就可以再加入一些萝卜，因为萝卜就是可以消食化积，然后解油腻去火气，这样搭配起来呢就比较不会那么温燥。那这样子喝下去以后，就可以度过一个暖暖的冬天。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为观众朋友介绍一个饮品。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补肾壮腰养气茶。那我们要补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脾胃的吸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会用像党参这个补脾益肺，然后大枣呢养血和血。枸杞就是有一个保养肾气的功能，那桑葚呢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比较乌灰，牙齿比较光泽。杜仲它可以固腰肾强筋骨。那我们就把以上这一些药材呢倒到我们800cc 的水里面，然后大火煮滚以后呢，再去小火炖煮个30分钟，就可以倒入保温壶里面，就以茶代水，1周喝2到3次，这样子呢就可以有一个补肾壮腰的功能。那这一道茶饮有没有哪些朋友是不太合适的呢？因为我在设计这道茶饮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了，就是它既有补充水分，又有补充阳气，就好像一个锅子里面又有水，下面又有火，就可以确保这个肾气比较源源不绝，所以它算是还蛮平性的，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服用。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